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人在临终前3天会出现这个现象，再忙也希望您能花几分钟来看看。关于生死的问题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，不要说跟孩子讲明白，就是我们自己又能明白几分呢？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这个课题。今天从医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一个生命临终的过程。人们关于临终的认识普遍有很多的误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临终这个课题的知识，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一个遭遇车祸23岁的男性被送进了监护室，此时他的生命垂危，几乎不能说话。然后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去看望这个随时都会告别人生的孩子。在家人的多番央求下，也只允许一个亲人每隔2个小时进去看望5分钟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，父母也抵不住身心疲惫睡着了。直到护士通知他们病人已经身亡时，才惊醒过来。由于痛惜，没能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见上一面，说上几句告别的话，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。这还算不上残忍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。一是过度的治疗，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仍然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。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，也就是说，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，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。他们离去的时候，面容定格在扭曲的痛苦之上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周、几天、几小时里，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一个人在临死亡的时候，体内出现了一些什么变化？在想什么？需要什么？我们该做些什么？不该做什么？怎么做才能让生命得以舒适、安详，甚至美丽的姿态终结？临终期一般为10到14天，有时候可以短到24小时。在这一阶段，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。一、临终病人会出现呼吸困难现象。呼吸衰竭使临终病人喘气困难，给予氧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。此时给他们供氧，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。正确的做法是打开窗户和风扇，给病床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。另外，使用吗啡或者是其他类似鸦片制剂的合成麻醉剂，是减轻病人喘气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。2、吞咽困难出现无法进食、饮水的状况。当吞咽困难使病人无法进食和饮水时，有些家属会想到用胃管儿喂食物和水，但平时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。相反，脱水缺乏营养的状态，造成血液内的酮体积聚，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应，使病人有一种异常的欢欣感。这时，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，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欢欣感。此时，如果给病人喂食，还会造成呕吐，食物进入气管而造成窒息，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的后果，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向死亡。另外，输液虽然能够解决陷入肠旺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，但同时带给病人的是水肿、恶心和疼痛。3、临终病人感到冷。临终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，吞咽出现困难，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，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，摸上去凉凉的。你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而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，相反，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，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，觉得无法忍受。甚至在死前3个月之久，很多病人与他人的语言交流减少了，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，
是平时的人一种的需要。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。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，死前1周有 56% 的病人是清醒的， 44% 昏睡，但没有一个人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。当进入死前最后的6个小时，清醒者仅占 42%， 处于嗜睡状态，一般人昏迷。所以家属应当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刻，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。随着死亡的临近，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，呼吸时积聚在喉咙或者是肺部的分泌物会发出咯咯的响声，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，使人听了很不舒服。但此时用吸引器吸痰常常会失败，并给病人带来了更大的痛苦。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，头枕得高一些，会用药物减少呼吸道的分泌。平时的人在呼吸时还常常发出呜呼声或者是轰鸣声，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，使他能够继续的和家属交谈，或者安静的走向死亡。没有证据表明缓解疼痛的药物会加速死亡。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，所以把你想说的话告诉他吧，即使他已经无法回应，但他依然能够听得到。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，即便在他最后也不应该随便的说出口。这几天我一再的想，我痛恨自己在无知中铸成大错。所有的误解都是基于一个前提，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，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，我们的至亲已经无法的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，我们只好一意孤行。但做这些正确的事情，其实只需要一点起码的医学常识。我想起了母亲临终前，我抓住母亲的手，她像山泉的一样凉。我命令弟弟说：“妈妈冷，快拿毯子。”现在才知道，她其实并不冷，只是因为循环血液锐减，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。而此时她的感觉中，她的身体正在变轻，渐渐地漂浮飞升。这时，哪怕是一条湿巾都会让她感到无法忍受的重压，更何况一条厚厚的毯子呢？我想起母亲直到咽气一声，才拔下连接在她身上的所有管子，输气管、输液管、心电图仪。同时，我们觉得她几天几夜没有进食进水，总是试图做一些哪怕是完全徒劳的尝试。父亲清早送来的现榨的西瓜汁，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。我们姐姐每天都在交流着妈妈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。现在才知道，她并不饿。那个时候，她已经从病痛中解脱出来。天很蓝，风很轻，树很绿，花很艳，鸟在鸣，水在流。就像那些诗歌童话里描述的那样，她已经准备好去到另一个世界了。这时，哪怕给病人输入一点点的葡萄糖，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欢欣感，都会在她美丽的龟头上横出刀枪棍棒。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在最后惨亡状态中却突然变得喋喋不休，而且是满口的家乡话。我担心她离我而去，我想喊住她，她毫不理会。现在才知道，那个时候她不是在与外界交流，而是在她自己的心灵中。当时的母亲也许正在儿时的童趣中，在意气风发的青春中，在她一生念念不忘的美好往事中，回见这一生所有的美好。我们应该做的只是静静地守住她，千万不要走开。临终者昏迷在身，也会有片刻的清醒，大概就是民间传说的回光返照吧。这个时候，他必要找他最牵肠挂肚的人，不能让他失望而去。我还记得母亲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。可是我们两个不孝的子女是怎么的违拗了他的意愿呢？
我弟弟一人一边强按住他的手，直到他的手彻底的绵软。现在才知道，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，不分青红皂白的不惜一切的代价抢救，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啊！最终母亲走了，医生下了定论，护士过来做最后一些处理。一边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：“你们这些儿女快叫几声妈妈！”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一点也哭喊不出来，弟弟也直傲地沉默着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听觉是人死最后消失的感觉。妈妈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，不知道她会高兴还是难过。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要面临死亡。每一个人，我明白没有人能够逃得开这最后的一刻，只是现在才知道，大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，这样的合理，这样的好。自然而然，是自作聪明的人横加干涉，才让亲人的死亡变得痛苦而漫长。一天上午，我突然发现我对面的同事泪流满面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失态让我诧异，忙问他怎么了，想起了他母亲临终前的情形。他说，就像是上文描述的那样，觉得母亲冷了，给她穿保暖的衣服。他母亲临终前的情形，他说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，觉得母亲冷了，给她穿保暖的衣服，盖厚厚的被子，觉得母亲几天没有进食，不停地给她输液。他母亲很想回家，可他坚持让她住在医院。他自认为尽了孝心，是没有想到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痛苦。人总是要死的，带着轻松美丽踏进了另一个世界，一定会走得更好。好好生，好好活，最后好好的死去，这就是完整的幸福了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